上一集说到刘特佐的前半辈子周旋在政商名人圈子里，郑世强教授说过，家庭教育决定一个人的基本修养，因此人创造教育，教育培育人。然而在哈罗公学、华顿商学院的高等教育下，又会培育出一个什么样的人呢？Hello， 大家好，我是美貌与智慧并重的小南，今天就继续为大家讲解 1MDB 案件。提到刘特佐 1MDB 案件，就不可以不提到冠冕专案。那么冠冕专案是什么呢？事不宜迟，让小南立即带大家了解一下。2009年，刘特佐原本打算以登嘉楼海外石油田做担保，发行14亿美元的伊斯兰债券到金融市场招揽资金。意外的是，米赞苏丹想要找齐了这个基金管理团队后才开始募资，刘特佐则打算先募资后再找这个基金管理的团队。结果两人闹得沸沸扬扬，最后刘特佐请来了当时的首相纳吉对米赞苏丹施压，就这样顺利完成了刘特佐的布局。因此过了一阵子， 1MDB 一个马来西亚发展有限公司正式宣布成立，并且由刘特佐掌管。1MDB 成立以后刘特佐安排了纳吉以及沙地阿拉伯的土耳其王子在游艇上见面，谈开发石油公司的项目。1MDB 和土耳其的沙乌地石油国际 PSI 合作，并拟好了备忘录。几天后正式成立双方共同投资的方案。这合作项目是 PSI 提供 1MDB 在土库曼斯坦和阿根廷的石油田开发权，当时外界估计市值25亿美元。而这个合作项目需要 1MDB 先投入10亿美元。然而其合作所成立的团队名单里面没有刘特佐的名字，可是在背后操盘的人却是他。就这样，刘特佐暗中开启了他的大计谋。当时因为需要证明这合作项目的真正市值，所以他找来了雷曼兄弟的能源分析人做一份报告。万万没想到结果却是总值36亿美元。这位分析员就这样赚了10万美元。一个分析员一个项目，哪里有那么好赚？从中刘特佐做了什么，大家都心里有数吧。此外呢，刘特佐为了逃避外界的这个侦查，他还特别选了在瑞士的摩根大通的一个小分行，开了一个 1MDB 和 PSI 联名的户口。当天，有关的银行职员受到指示，从 1MDB 把3亿美元汇到前面提到的那个联名户口，再把7亿汇到另一个神秘户口。在马来西亚国家银行的帮助下，这笔7亿的钱顺利汇了过去。那么大笔钱汇过去，那边的银行肯定会疑惑吧？经过 1MDB 执行长阿鲁肯达表示，那笔巨款是给 Goodstar 公司的。然而 Goodstar 公司是刘特佐在塞西尔所开的空头公司。那么刘特佐为什么那么喜欢在塞西尔开户口呢？因为在那边可以设置无记名股票，无记名股票就是以实体股票为准，认票不认人，就是谁拿在手就是谁的。因此7亿就这样被刘特佐吞掉了。随后因为是黑钱，所以一开始一小笔一小笔的流动分账。刘特佐先是把1亿5千万美元汇入了给 PSI 的账户，土耳其王子拿到了其中的7700万，而剩下3300万呢，则是给了 PSI 代表谈这个合作项目的主管马浩尼。在完成这笔交易后，刘特佐便开始策划打入美国和好莱坞影视界，建立自己的帝国。首先，刘特佐找上了美国曼哈顿市中心一间律师事务所——希尔曼斯特林律师事务所。在历史上这间事务所创立于1873年，通常处理的都是大企业之间的并购案。刘特佐就通过这间律师事务所利用那笔钱进行投资。因为刘特佐希望能全面保密自己的资料隐私，所以开了 IOLTA 户口。IOLTA 户口是美国律师事务所专门为客户放置短期资金，并以此来收利息的户头。那么这些利息呢，就会拿去做慈善辅助金等，从而变成了洗钱的一个管道。接下来，刘特佐就会在1年内分别汇入了3亿6900万美元到这个账户。
接下来的日子里刘特佐开始在美国大笔的花钱。他在美国租了几个月租10万美元的公寓单位给自己和朋友任意居住，在里面喝酒玩乐，还请恶魔陪伴招待美国大明星等等。然后还聘请了凯迪拉克车队和高级贴身保镖跟随。8个月内，刘特佐就花掉了8500万美元。与此同时，他也认识到了一大堆好莱坞明星。在这期间，刘特佐几乎每天疯狂开 party， 郑重的招待明星们。靠着这样高调大笔的花钱，当时他更认识了饰演铁达尼号的男主角里奥纳多和澳大利亚著名的模特米兰达。据传闻，2014年他还和米兰达交往过好一段时间。在刘特佐28岁的时候，举办了一场超豪华的生日 party， 请来了很多著名的好莱坞明星，比如里奥纳多米兰达、亚瑟小斯、杰米、Paris Hilton 等。因此，刘特佐渐渐在好莱坞有了一定的知名度。刘特佐以4500万美元竞标美国比佛利山庄的影视饭店，这家豪华饭店最后成为了穆巴达拉基金旗下总督饭店集团的总督影视饭店。此外，刘特佐透过 IOLTA 户口买了许多名贵的珠宝给前首相夫人罗斯玛，和提供纳吉大量的政治现金。刘特佐还设立了几家空投公司，并分别在洛杉矶伦敦纽约买了豪宅给纳吉一家人，最后转入纳吉的继子里扎名下。这样一来呢，刘特佐和纳吉的关系越来越好，渐渐随他出席大型场合。有一次，里扎和刘特佐在加拿大惠斯的滑雪度假的时候，认识到麦克法兰制片人，3人一拍即合，成立了这个红颜公司。这家公司由里扎担任董事长，麦克法兰担任副董事长，并随后拍摄了《华尔街之狼》。这部电影的剧本是由马丁·史科塞斯写的剧本，可是之前遭到华纳兄弟拒绝开拍，所以这次红颜公司就是一次很好的机会。就这样签下了《华尔街之狼》版权，里奥纳多为主演，马丁为导演，以及无上限的这个拍摄资金。这消息传开之后议论纷纷。无名的红颜公司竟然能那么有实力找里奥纳多和马丁助阵，这件事情甚至在华尔街之狼本人乔登贝尔夫眼里被当成是一个骗局。2011年，这时的刘特佐已经拿走了20亿美元左右的资产，然而他却已经花得不剩多少。这时需要拍电影资助的刘特佐认识了阿尔巴投资公司的阿莫巴达威。这家阿尔巴投资公司背后拥有一家名叫国际石油投资公司的主权基金，简称 IPIC。这个国际石油公司财力十分庞大，竟然拥有700亿左右的资产。透过阿莫，刘特佐又认识 IPIC 的总经理卡登，然后卡登便带刘特佐去觐见曼苏尔亲王。这亲王是 IPIC 的董事长，刘特佐借势这是很好的机会，带了之前提到的高盛集团马来西亚代表莱斯纳和吴崇华去觐见曼苏尔亲王，谈一谈这个项目。至于这个项目，就是高盛集团为 1MDB 发行35亿美金的公司债券，拿这笔钱去收购马来西亚和世界各地的火力发电厂，并成立新的公司，在 Bursa 股票公司上市。当时在 Bursa Malaysia 的首次公开募股，就能让 1MDB 过账50亿美元的这个资金。然而 IPIC 则只是成为这个项目的担保而已。经过了复杂的交易后高盛借了17.5亿美元给 1MDB， 这里的5.76亿就神不知鬼不觉的偷偷进入了刘特佐上市在维京群岛所设的这个假阿尔巴空投公司，但是名义上确实是进入了阿莫的这个阿尔巴投资公司。这里为大家解释一下这两个公司的区别。IPIC 旗下的阿尔巴投资公司是 ABA Investment PJS， 刘特佐开的则是 ABA Investment Ltd。 然而这样换了个名字就能骗过 1MDB 吗？当然是没有那么容易。其实刘特佐和阿莫早就串通好了，以此来坑 1MDB 一大笔钱。5个月之后，刘特佐和阿莫又执行了17亿5千万的收购案。在这2次的收购案里总共吞掉了大概14亿美元。这些钱在当时也用到了纳吉的政治现金、拍摄《华尔街之狼》、吃喝玩乐等费用。
2013年，纳吉和阿尔巴投资公司合作，以1MDB的名义向高盛集团借了30亿美金去发展顿拉萨国家交易中心项目。之前通过高盛集团处理的这个交易，其实一直都有收非常高的佣金费用，最高的甚至去到了6亿左右啊。在之前提过的这个 PSI， 其实早在2011年就发生了内部闹剧。事情是 PSI 在伦敦的办公室主任朱士托被以40万英镑的年薪和后续有几百万的花红骗入了公司。那其实有时候他还要自己掏钱包补贴，所以他就偷偷潜入 PSI 的高级资讯部，偷取了高级机密资料，里面有4000多封的邮件和文书等，记录了 PSI 和1MDB骗局的整个过程。然后朱士托找上了《沙拉月报告》的主编克莱尔，并请到了马来西亚财经杂志The Edge 董事长童圭旺。当时童圭旺带The Edge 记者何启达去和克莱尔见面，并酝酿着这记者生涯中最轰烈的新闻。2015年2月28日，克莱尔在《沙拉月报告》刊登了一篇文章《世纪之劫》。内容描述了 1MDB 案件的详细过程。过了几天后呢，何启达在 The Edge 发表了类似的标题内容。这些报道发出去没多久啊，马来西亚立刻成立了调查小组彻查 1MDB 案件。目前调查仍然在进行中，所以 1MDB 案件截至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结果。刘特佐是一位很有智慧的商业奇才，可惜走偏了路。贪婪是人类最大的弱点，选择了对的路会是完美的结局，然而选择了错的路只有悲哀的终点。另一边，根据最新的案情审讯过程来看前首相纳吉表示，他接受沙地皇室捐献26亿令吉，是因为他不想接受企业的捐款。那么第13届全国大选时就不需受这个企业捐助者的支配了。纳吉说，作为武统主席呢，他必须要有收入来源应付国政的需求。该笔捐款可以用来主办党的活动和制作这个广告看板，只是不包括这个买票。他指这是惯例，与前几任首相的做法没有什么不同。但是账户有一笔巨款让他感到不自在，因此呢，在大选过后他决定出于这个善意和一份真诚，把用剩的余额大约6亿2千万美元退还回去。然而事情的真相是否如此，我们唯有继续等待审判结果出炉才能知晓了。那么大家对这起轰动一时的 1MDB 案件有什么想法呢？欢迎在下方留言让我知道哦。谈到 1MDB 案件，就一定要提到一个人，而这个人就是刘特佐。根据资料，这个人是主导一个马来西亚发展有限公司，也就是 1MDB 案件的主谋。他操纵了整个 1MDB 公司掏空的计划，犯下洗黑钱、盗用公款等罪行，所滥用的金额竟然高达35亿美元。